据日媒共同社在5月27号的消息，日本政调审议会上正式通过海上保安体制强化法案。该法案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要强化对中国海上力量的遏制，其中就提到了围绕钓鱼岛执行的策略。一旦发现中国海军船只，日本海上自卫队可以被允许自行对其动用武器展开攻击。此消息一出，很快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日本虽垂涎钓鱼岛多年，但始终不敢跨过中国红线，即使用武力夺取。而如今，日本通过这份海上保安体制强化法案，很明显就是在对中国释放威胁论调，妄图通过武力威胁迫使中国让步。很显然，中国断然不会将日本这种可笑的威胁放在眼里。而在当前中日关系下，日本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就是想要向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下了一个结论，想要重演甲午海战。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国内一些极端政客长期以来就对中国抱有严重敌意。在5月22号，日本方面就尝试在东南方向布置水陆两栖机动部队，就是组建专门针对我国钓鱼岛的特种部队。可以说，日本想要对华动武的心思早已存在，只不过不敢公开表露。而这一次，借着美国想要组建对华联盟，日本有了一个动手的借口。实际上，我国外交部已经多次对钓鱼岛的问题进行过回应。钓鱼岛和周边附属岛屿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我国海警船只在周边巡逻和执法都是正当行为。某些势力罔顾事实，中方会采取必要手段维护主权完整。有分析人士怀疑，日本当局通过海上保安体制强化法案，恐怕就是为了针对我国在今年2月份实施的海警法。我国海警船已经拥有了自行开火权利，不过日本想要用这种方式阻挠我国正常海权，只会是玩火自焚，除开加剧两国关系恶化之外毫无意义。再者，当年2战结束，中国可没拿日本1分钱的赔偿，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什么时候拿回当年的债务，中国是保留选择的。而日本继续在相关问题上找死，那么未来中国也自然有机会找他血债血偿。5月27号，我国国防部的一则消息显示，菲律宾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在接受采访时对外扬言，将要对抢占我国南沙群岛岛屿的中业岛进行一系列的建设工作，其中就扩建岛内的防御装备，并安装高分辨率监控系统，彻底将该岛屿打造成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后勤中心。而这种在抢占岛屿上进行的非法建设活动，无疑是公然对我国在南海的主权进行挑衅。值得注意的是，在27号当天，菲律宾媒体《每日问询者》也对此事进行了更为详实的报道。据该媒体指出，为了防止中国抢先一步动手，菲律宾武装部队已经将2艘巡逻舰和1艘海警船紧急部署到了中业岛附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之，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司令索贝哈纳还公开宣称要学习中国的行为，在南海填海造岛，扩大菲律宾的岛屿防御力量。此人还叫嚣，如果万不得已，菲律宾将在南海开战。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尝试在亚太组建一个对华联盟之后，一些友好的东南亚国家国内不断有跳梁小丑冒出。一方面是美国长期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资本，给东南亚国家塞进了大量的傀儡；另一方面是中国对该地区的威慑力度还不足以达到让他们不得不中立的地步。而这个情况的本质是中国的拳头还不够硬，以至于这些跳梁小丑敢于跳出来搞事情。记得早前网上一直有一个观点，大国不需要感恩，只需要恐惧。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菲律宾的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算是一个称职的了，在国内也多次表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必须闭嘴，和中国交恶的代价菲律宾承受不起，甚至还下达过封口令，禁止国内官员讨论中国南海问题。然而，这样有清醒头脑的人毕竟是少数。随着杜特尔特的就职期结束，菲律宾国内不断开始有美国扶持的傀儡冒出，不断对南海问题横加指责。可以说，就是因为中国在近几年飞速发展，但是却始终没有过杀鸡儆猴，让这些人误以为中国软弱可欺。如果未来中国的航母舰队可以随意驶入这些国家的领海自由航行，恐怕美国给再多的钱，这些人依旧不敢张嘴，甚至还会提出将岛屿归还的提案。根据美国军事网站报道，在5月27号的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提名人麦耶尔呼吁美军可利用特种部队强化台湾的防御能力，协助台湾应对解放军的潜在威胁。根据麦耶尔的说法，美军可以利用特种部队协助台军提升作战技巧，但如此明目张胆的行为也是突破了我们的底线。
其实就在不久前，就有岛内士兵在互联网上抱怨美方待遇比自己好，似乎就已经暴露了美军人员来到台军营的事实。只不过是美军是否为战斗人员还尚无定论，但是一旦美军特种兵登岛，这无疑就是驻军行为了。难道在多次搞小动作后，美国人已经把驻军台湾已经提上日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近段时间美国已经在台湾问题上进行频繁炒作，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从一开始就有一些美军专家跳出来说，解放军将在近几年登台，而以这个意向为前提，美国开始在台湾进行大力布局，其中包括对台军售、高官访台、军舰穿过台湾海峡等行为。如今美国官员又抛出要派特种部队驻守台湾的言论，究竟有何目的？说到底，对于美国而言，台湾就是遏制中国的一枚棋子。1949年之后如此，直到今天依旧如此。因此，美国的行动绝对不是为了他们口中的台湾利益，而是为了美国利益。而如今，美国利益是什么？当然是继续维持世界霸权。那么，有哪个国家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呢？看美国人的反应就知道了。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美国人意识到，要是再不遏制中国的崛起，可能就为时晚矣。美国将台湾视作中国的软肋，美国人认为，只要不断戳中国的软肋，就能使得中国服软。所以说，台湾问题的根本其实还是中美问题。然而，美国人似乎忘记了一点，中国可不想把台湾当作国际博弈的砝码。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不可撼动。因此，美国自以为聪明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玩火。在美国的不断干涉下，我们可以看到了，今天和平统一的土壤越来越小。而一旦美军直接军事干预台湾，那么将迫使武统成为唯一选择。对于中国而言，主权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搞小动作是没有用的。要真想动真格，只有美国军队亲自下场，把自己的几大舰队都派过来。只不过，即使这样，估计也是重复70年前的历史罢了。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近日3架俄空军的图 22M3 战略轰炸机首次部署在了叙利亚的赫梅明空军基地。除此之外，俄军方面还表示，赫梅明基地第2跑道已经完成改造，安装了新的无线电设备，并延长了跑道的长度。现在，俄罗斯空天军所有正在入役的各类飞机都可以在赫梅明空军基地起飞和降落。据了解，位于叙利亚拉塔基亚省的赫梅明空军基地于2015年建成，在当时就已经是俄罗斯军方在叙利亚境内最大空军基地，并且在2018年时还被俄军扩大了一些，建造加固了掩体，扩大了跑道，使大型预警机、轰炸机都能正常部署。现在，这个基地是俄军打击叙利亚极端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俄罗斯军方这一动作可以看出，美军司令警告成真，俄军已经开始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部署。有分析认为，俄军之所以会选择这一时间段在该地区部署战略轰炸机，主要是为了在叙利亚大选期间进行护航，以此扩大自身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目前，叙利亚正在进行总统大选，由俄罗斯支持的现任总统阿萨德有望再次当选，开启又一个7年任期。而美欧长期以来一直强力抵制叙利亚大选，甚至还公开宣称大选的不合法性。但实际上，质疑不合法性的理由都是美欧自己制造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制定新宪法，将阿萨德排除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进程之外。这一要求显然与俄罗斯的利益不符，且严重干扰了叙主权，所以才有了俄军首次向中东地区部署战略轰炸机。那么，既然俄罗斯当下都开始扩大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那中国呢？中国是不是也将迎来战略转机？实际上，在商业领域，中国早就对中东地区有所布局，而美国撤出中东越快，一带一路的进程就越快。但是在军事领域，中国实在是没有布局的必要。在地缘上，中国与印度有相似之处，同属次大陆边缘，3大平原为核心腹地。北方有着西伯利亚蒙古大漠作为自然屏障，南方有着喜马拉雅和阿帕米尔作为自然屏障，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极为有限。就中亚五斯坦，所以说不是中国不干涉中东局势，而是没有足够的好处值得中国去干涉。